接下来我们要持续的关心到的是，本来是中日之间的政治外交的这一场对撞哦，现在也加入了许多国家，让情势变得战情非常的诡谲。俄罗斯可能加入在当中，那么包括了美国跟北韩是否也可能加入在这当中，让整个冲突持续的扩大呢？今天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哦，这个接下来的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因为这个时候俄罗斯也正式的表态了，他跟中国大陆可以说是战略对表，要一起来共同对抗日本。尤其他们用这个日本你这个军国主义九头蛇来怒轰东京，你一直想要把你的军国主义给扩大。现在来看到说西太平洋会不会接下来变成两大势力的对撞，包括了中国大陆、俄罗斯加上这个北韩对上美日台的大对决吗？今天会来做第一点的关心。第二点，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刚刚讲说俄罗斯要加入嘛，那一边呢，这个对抗日本的话，中国大陆会不会从西南诸岛这边来做对抗？那俄罗斯则是从千岛。这个群岛这边来做对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东京正在面临的是70年来最大的战略压力吗？最后我们也会来关心到是中俄的巡联。大家在看，不是演习，是预演吧？因为现在各种武器都出动了，如果真的开战了，中俄还会亮出哪一些更狠的武器？今天就军事战略面，我们会做一层比较深入的分析。赶快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官网是突然抛出一个震撼弹，是什么呢？在外交上有了一个大动作，也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跟俄罗斯的国安会秘书长绍伊古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俄第20轮的战略安全磋商，双方这个话也讲得非常的直白，官方也毫不掩饰的直接说，中俄现在是就日本的问题进行战略对表，已经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绍伊古干脆就直接呛了，你日本的军国主义九头蛇已经再次的抬头了，俄罗斯跟大陆我们在斩断你的头颅方面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这话说得非常的凶狠。节目一开始要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现在中俄放狠话了，日本会完蛋吗？高市他说他要介入在台海，那俄罗斯也表态了，他会跟日本一起来做对抗。如果我们把战情再扩大去预想，包括了北韩、美国也加入的话，未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会不会变成两股势力的对撞，也就是中俄朝对上美日台？杨老师怎么解读？绍伊古讲军国主义九头蛇，那要斩断其头颅方面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这个其实有一点感觉上在呼应，中国大陆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的谈话。虽然薛健当时是收回了这个发言，他也沉寂一阵子，他最近又开始在转载就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些这个发文。我觉得中俄之间针对这个问题是在一方面在外交上，在战略上寻求一个就是相互的共鸣跟支援。那特别针对日本，他的发言到后来又谈到了旧金山合约，不要忘记苏联现在俄罗斯当初也没有参加旧金山合约。对苏联、对俄罗斯、对中国而言，他们其实对旧金山合约对他们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是之后中国大陆跟日本签的中日联合声明以及相关的4文件，延续的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宣言。所以，虽然高市是后来又回到了说中日联合宣言的立场不变，可是呢，比较是那种便宜式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尊重理解，连这几个字都不讲，只是说立场不变。所以大陆这边还是非常的不满意，希望他能够撤回，希望他能够真诚的面对他讲错话所造成的影响。是这个时候引俄罗斯的这个共鸣来支持，同时你看到在东海上面的这些超过90艘、上100艘的军舰的集结，我觉得事情还是不可以小看因为你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其他的经济制裁或者是外交的升级所以大概军事行动不会发生吧。真正的军事行动往往都不会有先前的所谓的外交经济的这种警告，历史上大概都是如此。对，那一步一步累积的那通常大概都是一个可能要准备打大战。那但是如果他只是预计的是一种警告性的或者一种制裁性的，那其实他不会做这些相关的这个作为。但是呢，
在外交上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支持哈，我觉得在这一次刚好，因为他们又是第20轮的战略安全对话，在这个之前，他还跟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都谈过，而拉夫罗夫对日本的谴责，哇，那简直是比中国大陆外交部还要更深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接下来不要忘记中日联合海上演习，过去曾经绕日本一圈呐、那接下来会怎么做？我们就这个大概看，因为这一阵子刚好海上密集比较多的这个演习，明年的春天的演习也会持续。但需要等到明年吗？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这个准备上、态度上都是比较紧绷的。好，所以接下来中二，我们看完他的态度之后，有没有可能就是针对于中二，有没有可能针对日本做一个南北夹击来做进攻？包括也就是中国从刚刚说的嘛，西南诸岛，那俄罗斯则是从千岛群岛往北海道推进。等一下请张将军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持续看到说，中俄这一次其实真的是站在一起，而且他们也一起发出了通稿。通稿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一些细节，包括3点。第一个，他们说要捍卫2战的胜利成果；第二点，又说了要反击殖民侵略的翻案；最后，当然了，刚刚提到的，他们要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当时2战的时候，俄罗斯在日本投降前，他的这个路径是怎么做的？他当时其实从这个北部进军在库页岛，还有千岛群岛，逐渐的在往这个北海道方向做进攻，最后是拿下了包括了库页岛跟北方4岛。那近年其实中俄的动作也非常的多，积极的在对马海峡，还包括了在日本海跟中国海峡进行这种联合海空战略巡航，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动作才会特别的备受关注。有没有可能南北一起夹击日本？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很多事情要看这个战略的迹象。我认为现在所实施的是战略施压，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在1960年签订的美日安保。现在美国在日本驻军54000人，算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目前数目最多的。当然，它这个驻军的数目也会机动调整，而且会有一艘航空母舰常态性的进驻在日本的横须贺军港，所以这方面有美国的因素在这边。那现在来看的话，中国大陆会对日本的施压，我认为先从战略施压、极限施压着手。那这会有3步走，3个手段。第一个，海空联合演习，海上大兵力、军舰，然后甚至有空中。那这种海空联演完毕之后如果强度要增加的话，变成火力演习，做实弹射击，舰对空的飞弹或空对舰的飞弹、反舰飞弹，大家来说实施，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就是海空联演，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中国的这个远海编队它会通过战略水道，那个战略水道包含宫古水道，还有对马海峡，也是战略水道，还有北边的军青海峡，这也是战略水道，还有北边的中古海峡，这也是战略水道。它会这个远洋编队通过战略水道，这个什么向日本施压，也是，然后同时3个水道同时穿越。这个强度增加了，3个水道都有中共的军舰，这个打击群穿越，这个就是战略施压。我认为这是第2步骤。第3个，我认为他会派一个排级的兵力、小兵力上钓鱼台，直接上钓鱼，因为钓鱼台主岛只有3.16平方公里，都是那个岩石，没有办法。但是这个蓝小岛跟北小岛，尤其是蓝小岛，它的拳头山跟拇指山之间，那块平地可以有一个排的兵力可以进驻那个地方，连级就太多了，是这个样，那就进驻到上岛了。对，我的兵力进驻就是一个排级兵力上去，看日本那个人怎么样。这个我认为这3步走就会对日本做个测试，这个就是战略的极限的施压。但是如果是这个中国大陆又跟俄罗斯对日本这边动手的话，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第一个，中国大陆负责封控西南诸岛，因为西南诸岛从安美大岛、这个冲绳现在我们叫琉球，还有包括的这个八重山列岛你包含蛇环岛、包含与那国岛这些，那这些中国大陆我们讲的封控，所以因为它靠海空运补网跟你封控在那边，因为这个不属于日本的领土，中国可以这么讲，因为在2次大战的这个波茨坦宣言按照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日本只限于北洲4国、9州、北海道这4个大岛而已。这个西南诸岛不是他的，
那中国大陆会做这个迹象就要来了，我们就要升温了。那第二个呢，那个才会最后一个才会对4大岛，就是刚刚讲的本州4国、9州北海道实施军事行动。这是最后。所以我们看它会这个层次，它会慢慢升高。那慢慢升高的话，那就会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啊，如果在共同联合来实施军事行动的话，当然俄罗斯从这个北方4岛就下来了。对不对？北海道，对，还有我们讲到的本州的北边，那中国大陆才会对4国、9州，还有本州，因为本州最大的南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呢，它会这几步走会慢慢升高。那目前的话，只是一个海空联演的施压，还没有看大作战的集群穿越重要的战略水道，还没有。所以我们来看这些迹象来看的话。中国大陆会不会一步一步走？这是一个检查卡，是一个步骤。那按照这个步骤走，就知道它的升温的程度到什么样的指标。但是就我这个短期来看的话，他们目前会在演习阶段来做测试，日本会不会改弦易辙？高市早苗对他的所讲出来的话，会不会做一个政治上的调整？对，我认为中国大陆会观其言，听其行。是，听其言，观其行。好，现在看起来中俄之间都还只是针对日本做这个战略上面的施压，给日本一些的警告。但是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变成一个真的动手军事行动，从南北中俄一起做夹击，变成一个真正的战事哦？这恐怕就一触即发，我们都要持续的来做关心。刚刚讲到嘛，所以说中俄目前都是战略施压。过去我们看他在做这种联合海空巡航的时候，有哪一些重要的武器有做出动？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请厉将军帮我们做评估，包括了说如果美国也一起来帮助日本的话，双方真的打起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来看到过去中俄到底出动了哪一些主力的一些武器，那包括了从海上我们做解读，还有空中我们也来做解读。我们请导播来 cue 一下下面这些武器的图片哦。过去登场的主力，我们先来看到海上，中国大陆出动了哪一些？包括它的052D， 还有呢它的这个054A 的护卫舰。那俄罗斯海军则是有闪电级护卫舰。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字排开这个，再来是空军哦。好，第一排的第一个的最后一个图是轰6，这个是来自于大陆的空军，总共3款轰6，还有歼16跟它的空警500。好，接下来最后图片的最后尾端的2款武器，则是图95NS 跟速35S，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空军的战力。整体来看，中俄过去的联合巡航的阵容会成为未来真的进攻日本的主力吗？现在如果来一起跟美日做对抗，包括美国它出动它的 F-35跟它的航母，中俄可能会派出哪一些更强悍的武器吗？厉将军又怎么解读？高市早苗确实是误判形势。他误判哪一件事情呢？他不晓得说俄罗斯会跟中国会联手起来，因为中俄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军事同盟的相关的合约。那俄罗斯跟乌克兰仗打那么久，中国来讲也仅止于说是买他的石油而已，并没有实际上面派兵去支援，甚至于连这个武器卖给俄罗斯都没有。所以这是第一点，让高市早苗误判的。但是这次来讲的话，那你讲出这种话，我们看到反而是当中国对日本要动手的话，反而是俄罗斯主动跳出来要替中国撑腰。绍伊古是何等的人呢？绍伊古现在是国家安全会议主席，等于是我们国安会的这种秘书长这种角色。但是他之前是什么呢？他之前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在指挥战争的，所以他并不是文人的秘书长，而是他是一个具有实战经验的一个这国安会的主席。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然日本来讲的话，我认为他第一个低估了形势，而且我觉得绍伊古讲的话非常的重。他认为军国主义9头蛇，他用到这么重的话来形容高市早苗。大家要知道，日本在这个东亚这个地区来讲的话，长期以来他跟周边的国家都相处的不好，都有曾经发生过战争，包括日俄战争，对不对？跟这个朝鲜来讲，他也占领了朝鲜，把朝鲜当殖民地。那跟中国更不用讲，中日战争大家更是了解。所以日本你在这个地区周边的邻居你又搬不走，那你又在这边用这种叫嚣的言语要挑衅这周边的国家，难怪俄罗斯中国来讲都认为你是军国主义复辟。当这个标签贴在你高市早苗头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你是很难贴下来的。
第二个，我认为高市早苗误判形势，他一直认为说是中俄两国还是停留在公元2000年以前的陆权国家的时代，那确实是如此。以前中俄两国大概都是大陆军主义，但是中国最近从2000年以后，我们听到的是所有军舰像下饺子般的速度成军哈。那我们刚刚看到你列了这些表，包括052驱逐舰，甚至还有055、054，然后福建号075、076，数都数不完了。还有潜舰部分094、095、096哈等等039，等于潜舰也都是陆陆续续的成军。那中国已经很明显的从一个单纯的陆权国家，已经摇身一变，进步到能够有远程作战的海空权的实力。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日本你还敢在这个地方挑衅，是很明显的高估自己的能力。然后有一句话叫做自不量力。如果说如果说真的是中日两国开战，我认为俄罗斯来讲，他倒不见得会对他发生夹击，但是他会拘束到日本的动作，让日本不敢动作，然后让中国可以放开手来这个武统台湾，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